这儿大呀不中留，你看看啊，放着这长安的平安日子他不过，跑那么老远，在哪儿不是做生意呀？这都2个半月了，你说说，咱们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唉，净是我瞎操心。我呀，不管了。谁呀？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啊！儿子，你回来了。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哎，儿子，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别闹了，跟娘说句话呀，儿子，儿子。你好好休息，别瞎想啊！我这就上武侯部报案去。你一定要把儿子找回来啊！你别管了，赶紧回屋躺着去啊！回去吧，啊，回去吧。哎呀，路上小心，早去早回啊！不见了呢，我得找他去。啊，行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啊！钱和名利皆无意义，一切有如梦幻泡影。哎，赚得再多有什么用啊？啊，赚得再多，你带得走吗？所以，大家在平时生活里要少一些名利心，少一些攀比心，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是不是？啊，你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有人见到我总是会问，说贺大善人呐，你这么大的家产，这么多的钱财，都是从哪儿赚来的呀？这话我就不爱听。哎，这叫什么？这就叫执念，这就叫贪欲。哎，你应该问我，贺大善人呐，你赚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对吧？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绝对没有用来享受。这大叔，我的钱菜做得好，顶级的。我的钱都是用来做慈善、做布施，像组织今天大家这样的聚会，希望你们能够传达我对佛学的理解之深刻，是不是啊？
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这位小哥啊，我似乎不记得请过你啊。哦，我是替凡社公司四娘来的。哦，她今天有事走不开。哦，四娘啊，四娘可是女中豪杰，竟也有心向佛啊。是啊，四娘啊，最崇拜你了。她说啊，听您讲经比去庙里烧香还管用呢。哦，对了，四娘还说您家的佛经都是真迹，真迹。这话讲的倒也不假。就在前几天，几位从天竺来的高僧赠予我一本宝贵的真经。不夸张的讲，整个长安，不是整个大唐，也只此一本。哎，我说贺大善人，那你把这真迹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呗，让没有慧根的我也见识见识嘛，是不是啊，大家？让开开眼吧。可以，大家共沾法语罢了。见真经、思佛陀都是缘分呐。管家，去吧。吃好，吃好喝好啊。林白的死亡时间不会超过12个时辰，更确切的说，不会超过40。可是他昨天半夜里，他回来了呀。死因确认是溺毙。昨天夜里，他回来的时候啊，浑身都湿透了。我知道了，一定是他的魂儿思家心切，飘回来跟我们老两口道别来了。他想回来就回来，想消失就消失。我儿他一定是回来有话想说。我儿子他死不甘心呐，老伴儿，他的魂儿回来报冤了。你说林白去了外地做生意，什么地方？凉州，去了2个多月了。他娘天天念叨，我儿啥时候回来呀？这不回来了吗？你要不要再看一眼？喏。哎，来了！哎呀，回回催命。哎，你就不能消化一下，然后等会儿多吃点吗？四娘真不容易。哎，我说李少卿，第一呢，我今天的饭不是在凡社吃的，这第二呢，汉卿已经复述过了吧？我路上跑着跟他说的，但是他听没听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昨天晚上，您真是紧跟着林白一起进来的？我知道，说出来没人信，可我亲眼所见，我儿的魂儿回来了。这里倒真没有别的出口，没有能藏人的地方，没有大件家具，没有机关暗道，房梁也藏不住。这是典型的密室啊！难不成真是魂儿啊？有意思啊！紫苏妹妹，其实你今天啊，真应该去看一看，难得死得如此干净漂亮。死因呢，简简单单，那皮肤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不简单。如果林老太坚持她看到的是真的，那咱们就得给出个解释，一个大活人是怎么凭空消失的？要不然这长安城又人心惶惶的。我看谁敢传！又来了李少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知不知道？正所谓川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扫魔，行了，是有什么菜特别难吃吗？虾仁豆腐，真的特别咸。我让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经书嘛，看了，纯属胡扯，上面范文都是假的。
我就知道，贺元从几个天竺游僧那里得到一本梵文经书，就知道他一定是遇见谁了。安西道上有一对自称天竺游僧的马匪，从西周到沙州，所有的劫杀案里10有8九都是他们干的，主要劫持商人。一旦遇到官兵，就拿出几本假的梵文经书伪装身份。我有次收了钱替人押镖，10几个我的兄弟都死在他们手里。那他们就是通缉犯了。我记得刑部档案里有好几桩没有下文的西周劫杀案。若是匪帮，那还得叫四娘一声前辈呢。他们不是有山头的匪帮，行踪诡秘，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帮人是谁呢，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好了，来长安城了，老娘非得……他们怎么会跟贺元有交集？查清楚不就知道了吗？堂堂大理寺不是很威风的吗？我是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我要给我的兄弟们报仇。我来查，我来替你查明白。老大，我们的案子还没破呢。去，有你什么事儿？林白死之前去过凉州，如果安西道上真有什么天竺马匪来过长安，凉州可是必经之地。说说吧，贺大善人，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我又不认识梵文，我哪知道他写的是好是坏呀？你确定你没有故意伪造，妖言惑众？李少卿，这可不敢乱说啊！您借我撒胆儿。那就是送你经书的人有问题了。其实也没有高僧送给我经书，这经书是在大门前的石阶上拾的。当时正巧长安城都传天竺高僧的，我就随嘴那么一吹。不是真的，我没骗你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少来这套，再不说把你带回大理寺。哎，对，怀远坊东角门的张木匠可以给我作证。哎，老张，老张，停！你说你这都不干了，你还扫什么地呀你啊？那个四娘那个反舍呀，那梁你还真得给人修一下。人四娘平时对你挺好的，你不修人生意都做不下去了。不是三炮啊，你别说我这个人做人不地道啊！你看看我这儿现在啊，人手都散伙了，这家当我也都卖了，我拿什么帮人家？能不能我给你口空锅，你给我做饭去？哦，老张，我也不为难你啊。那什么，你这是发了笔横财？要不怎么这么着急走啊？你给老弟交个10点。没有啊。哎，咱这关系不至于吧？是发了笔小财，哎，你也知道，我这木匠生意就是勉强维持，早就想对付出去了。刚巧，哎，从天竺来了一批和尚，这非要买我这儿啊！人家一开口，就是这个数。换了是你能不买吗？不是，他为什么要买你这儿呢？你问这干嘛？我能干嘛呀，老张？我好奇呗。
这天竺人我都没见过，更别说天竺和尚了，我能不好奇吗？哎，这事还有谁知道啊？哎，我说你这弯弯绕绕的，打什么主意呢？我打什么主意？哎呦，我就想让你带老弟我发财嘛，你不说就算了吗？小气。走了。一点进展也没有啊！哎，萨摩和三炮去哪儿了？在西市打探消息。还是那几个天竺游僧？嗯。对四娘的事很上心嘛？你什么时候凭直觉开始办案了？咱们现在应该尽快从已有的线索里找出蛛丝马迹，而不是凭空揣测呀。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哎，要不我再重新验一次尸？既然我们没有头绪，就自己找头绪。这尸体不会说话，但是也不会撒谎，就看谁能破译了。少卿，和平坊午后来报，又发生了一桩命案。没见过命案吗？传什么？和灵白的案子一模一样。我的儿啊，你怎么丢下我们娘俩就这么走了？死于溺毙，死亡时间是昨天上午，不超过40。薛夫人，你确定昨晚没有看错，是你相公回来了？他就站在那儿，浑身滴着水，他果然是被淹死的。儿啊！他站在那儿，然后走进房间消失了。今天一大早，尸体又坐着马车回来，这也太邪门了吧！你说薛毅去凉州做生意，2个多月了。哎，那辆马车。是我丈夫离家时雇的。查过了，跟林白的一样，没线索。这就不明白了，长安已经是天下最大的集镇了，为何还会有商人跑去凉州做生意呢？他们是去淘货的，因为普通的外国货物到了长安城应有尽，而真正的奇珍异宝到了长安城就成了国供方物，所以只有在边塞城市才有私底下的交易。要想淘到真正的宝贝，只有千里迢迢。这不是疯了吗？为了这么1、2件奇货，搭上身家性命？这些商人啊，都是疯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哎，萨摩呢？又野到哪去了？这些都是雕虫小技，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好，下面有请一位观众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神奇的门。我来，请。检查得够仔细的啊！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一扇装了门的屏风，没什么特别的。好，这位仁兄检查过了，这门没有问题。下面有请我的2位助手。
怎么不见了？我在这里。啊！献丑献丑，请多关照，咱们明日请早。谢谢啊。谢谢。多谢多谢。你笑什么呀？你这个戏法，我已经看破了。哎，都在呢。我刚才已经把2具尸体重新验过了。双叶，吃饭呢呀！啊，这是我从林白的尸体内衣夹层里面搜出来的，外面还包了层防水的油纸。藏得这么保密，总不会是家书吧？鬼画符似的，不会是范文吧？不对，不是字，像幅画。是地图。地图？一天到晚随身藏着，什么不得了的地方？是长安城的周边啊。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个轮廓，是不是很像长安西南面的轮廓？也就是说，长安周边还有什么秘密的地方？林白去的是那儿，不是凉州。三炮，你还认不认识去边塞逃货的那些商人啊？认识，但也只是认识。没关系，找他们去聊聊。千万记着，带瓶好酒。满堂花醉，我可是一直没舍得喝啊。我舍得。此事非同小可。现在官府破不了案吧？他们当然破不了。为什么呢？这是2桩连环鬼案。哎，这世上有鬼，你们信不？哎，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你们，我一听就知道，这叫什么？啊，这叫亡魂夜归。哎，怎么回事啊？死了的人不下阴司去，拼着一口气也要飘回来吓人，这什么意思啊？这说明死者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警告我们呢。你们看，2位死者林白还有薛毅，在死之前他们都去过凉州。这凉州什么地方啊？凉州这几百年来多少人战死啊，埋过多少白骨死尸的地方啊！我再告诉大家一件密事：10年前，在凉州东郊的安家村发生过一桩血案。话说左右武侯大将军正在合围凉州的时候，李鬼的手下有一伙溃兵，逃到了安家村。村民贪图他们随身的财宝，半夜里下杀手，将他们的财宝据为己有。那10几条人命死得冤啊，阴魂不散呢。从此以后，只要是有人不小心踏进那个地方，哎，冤魂就会自己跑出来要了他的命。亡魂归来就是要警告大家，那个地方不能再去，千万不能再去啊！千万。大家对刚才那段经文还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都什么时候了啊？这么晚，官兵看到你不得弄死你啊！不三不四，关门打烊。得嘞。哎呦，我的小可怜，紫苏姑娘，快别闹了啊！没事吧？你过来，过来伺候。喝了这么多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儿。好喝，好喝，就知道好喝。让你问的话，你问的怎么样了？地图，地图，地图。啊。然后呢？就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他，告诉我呀。紫苏，我跟你讲啊，我一般不喝酒，一喝酒我就说心里话。我对你，明白吧？我明白，我明白。是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的，紫苏。我不是紫苏，不是紫苏，是苏有才。什么鬼？杜源，李长青、王大壮、胡木、胡林、胡森，哥仨。他刚才说的那些人名，你记住了吧？当然没记住了。我记住了。也真难为你了。这些人住得那么分散，平时怎么联系啊？我问了三炮，他们平时都不大来往，只是纯粹的生意关系，偶尔见面也只是生意上互相通通气。抱团好办事，也免受欺负，哪行都一样。非但如此，他们还很排外。他们发现了去凉州的近道，可以省很大一笔路费。这件事情他们对外守口如瓶，林白、薛毅都是从这条路去的凉州。那就派人去探探道，相关人等先收监。我真的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慢点！你最近忙得很呢，造谣生事，煽动恐慌，你想干什么？住口！我今天只问你2件事。第一，上个月15，你在府上办集会，林白、薛毅的家里人是不是全都参加了？这街坊四邻的，不请也不合适吧？那么巧吗？这第2件事，你给我仔细想想，看清楚，这个名单上还有谁的家人当天也参加了？哎呀，这么多人，我哪能全都记住啊？我得回府上让宋管家查查请帖呀。尽快。那我现在可以回去？派几个人陪着你，没意见吧？没意见。你还得做一件事情。诡案真相大揭秘啊！来，你们看啊，这条路啊特别的难走。贺大善人说了，两桩连环诡案的受害者都是因为知道了一条通往西域的寻宝路线图才被杀害的。朱正兄说的没错，从第一个死者的衣服夹层里就搜出了路线图。哎，看见没有？各位，既然得知了这个秘密，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否则他们都白死了。对，绝对不能让他们白死。来，我们干了这碗酒，我们成立一个寻宝同盟。来，咱们干了！来，干！消息刚散出去了，看他们何时行动吧。你干嘛不吃啊？萨摩，你已经吃了7碗了，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事儿能耽误他的胃口。我当你夸我了，不像后面这人，虽然身经百战，可每次收网的时候都紧张的像进洞房啊！闭嘴！丁少卿，都准备好了，你们先出发，依计行事，多留神。今天估计要等到子时了，不许偷懒。是。
也要去。小心动而已。扯！你从右后卫调来了一个小队，为什么不让我去？因为答应你的事没办到，这回我欠你的。李成业，你是个自恋狂，你知道吗？开赌了，开赌了啊！我们赌一下，今天晚上会在哪一家抓到真凶？来了。萨摩多罗，你指认西市木匠张继龙为2起连环杀人案的主谋，可有证据？有，张木匠作坊里的5名学徒工就是人证，也是同谋，已于昨天晚上一并被擒获。传5名学徒。长得一模一样。李侍郎，这就是易容术。没错，张木匠学过易容术，他既可以装扮自己，也可以给学徒们易容。这就是本案离奇情节的关键点之一。接下来呢，我要先来说明一下，这2桩命案当中的惊悚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允许传唤术师徐良。传。下面呢，我将为大家表演遁术，请允许我邀请我的2位助手，还有座上3位观众上台。由此请周侍郎和王忠诚，难道你们3个不想解开这个谜题吗？简直是胡闹！是啊，搞什么鬼这是？演出开始了。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个门看上去呢，跟普通的门板一样。三炮，各位，请看这儿。呀，萨摩呢？人呢？人呢？哟，哎，萨摩呢？人哪儿去了？看来这里头又有玄机呀。刘慈欣，周侍郎，怎么样？这就是我为大家表演的遁术。我的遁术表演的还不赖吧？没错，被你给识破了。这和案情有何关联呢？当然有关联了。其实呢，运用的是相同的原理。活人既然可以在这儿消失的话，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同样也可以。咱们看一场好戏吧。当天晚上呢，凶手易容成了林白的样子，然后进入林白家，推开门的时候，门是正常的模式中，然后把门关上，
接着凶手就把隐藏的门栓弹出，于是呢，儿子，儿子，哎，没有啊。出门之后呢，在门外的凶手又把门轴换回了正常的模式。整个事件就是这个样子。3位官人，请回吧。如此巧思，相信只有精通木工和机械原理的人才能够做到。像徐良这种半吊子，恐怕是不行的吧？我只懂简单的机械原理，我的道具都是张木匠给我做的。我要求很高，长安只有他能做到。那你们交情很好吗？一般般吧。不过他手艺还不错，为我做了许多道具。我为了省钱，教他一点小小的易容术。也就是说，张木匠在徐良那里学了易容术，然后戴上斗笠，浑身淋湿，在半夜足以蒙人。所以这2次亡魂夜归的奇观，都是张木匠易容成亡者的模样，再通过改造之后的门板来完成的。事实上，死者已经在前一晚被他们溺死，只等到演完半夜的鬼戏，第2天一大早再把尸体装到马车里，拉到死者的家门口，真漂亮。你这都是臆想，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别人家里改造房门呢？这件事啊，恐怕就要问贺大善人了。各位官人好。贺大善人，请问上个月15在你们家举办的法会，是不是邀请了林白、薛毅他们2个的家人参加？是。为什么？啊？我巧合，纯粹是巧合呀！我这个人喜欢热闹，也喜欢排场，所以我每次做法会的时候，那都是请几10位的街坊邻居一起参加。那天刚巧给这2家发了请帖，他们都来了，他们也没事儿，那就来喽。也就是说，那一天林薛那2家人都不在家。这件事儿，张木匠知道吗？啊？张木匠？哦，上个月初10，他倒是到我府上去修理过客厅的门柱。闲聊几句，我提到了15要办会，当时管家把请帖就放在厅堂里，想翻看肯定有机会啊。好，谢谢啊。哎，就这样，你得知情况后，潜入林薛2家，改造了房门。还有，究竟是谁把那本假范文经放在贺府门口的？又是谁把天竺游僧来长安的鬼话到处散布的呢？作案动机查明了吗？查明了，2名死者都去了凉州经商，他们在长安都加入了一个商会，商会内部知道了去凉州的一个径道，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费用，但这条径道要翻过长安西南的一座无名山，阻碍了凶手团伙在山上的秘密活动，所以被杀了。什么秘密活动？3炮，禀四卿，我带人按照林白的路线图去查看过，发现有安营扎寨的痕迹。把你的意思说清楚。就是说，有军队驻扎过。啊！根据兵部档案，大唐从来没有府兵经过那条山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辟出来的。情况很明显，有敌军潜入驻扎，窥伺长安。凶手团伙制造连环杀人案，第一是想灭口，第2则是想通过亡魂夜归的异象，引发恐慌，制造诅咒之说，杜绝知道此事的长安商旅再去暗示。所以我才想要引蛇出洞，让贺善人放出假消息，其他商人以为真有什么寻宝图，都嚷嚷着要去，凶手便自然会坐不住。为了吓退大伙儿，他一定就会再次上演恐怖事件。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次凶手会出现在哪一户人家。根据排查，城里还有10个本地商人从那条小路去了凉州，而他们的家人也都参加了上个月15贺府的法会，也就是说，他们都可能是下一个夜归的亡魂。所以我擅自做主，调了右侯卫的一个小队，在所有可能的商户家里埋下了人手。结果我没猜错，这次的靶子是商人朱正，他是最近寻宝同盟的发起人。昨晚凶手打算亲自杀了朱正，以儆效尤，而5个学徒都化妆成朱正的亡魂，去其他商人的家里装神弄鬼。这样一来，等到第2天朱正的死讯传开，
人们会有多恐慌，自然就不必说了。还不从实招来！张继龙，还不从实招来！张继龙，张继龙！哦，五位学徒，药神自尽。借过，要不你来？是不是他们来了？谁啊？少跟我装傻充愣！那些迦兰国余孽！你声音再大点儿，全凡世人都听见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除了他们，谁还能把你吓得魂不守舍？晚饭放着鸡腿都不吃。不饿。少来！是不是他们我还不确定。不过如果是的话，一场浩劫在所难免。该来的无需躲。有人找你叙旧，我请酒。想搞事，老娘剁了他下酒。鸡腿放这儿了。迦兰。